Racism is a virus that we have been fighting for millennia. Despite the progress we have made, it is no less virulent today and no less dangerous. We need to show solidarity as people of all races, backgrounds, around the world, come together to stop its spread and defeat it.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想聊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最近在美国发生的，这一起由于一位美国白人警察，然后把一位黑人压倒在地，让他当场窒息而亡的这一起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事件。你刚刚所看到的那一则推文呢，是爱尔兰总理Leo发的，然后。爱尔兰政府还有现在欧洲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对这件事情发表了声明，然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爱尔兰总理Leo的话是在最近的一次议会质询上，他是形容是说，absence of the moral leadership， 是说川普的政府缺乏道德的领袖，基本上我觉得是蛮重的一个评价。然后，Leo 他自己是算一半印度裔，一半爱尔兰裔，所以说他自己作为少数族群，他应该是深切的知道这种黑人被歧视的感觉的。然后这一起事件所引发的那个后坐力，在爱尔兰整个社会的话，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大非常非常多的。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示威游行是最近在都柏林发生的，然后有很多人从市中心一路走到美国驻爱尔兰大使馆，然后非常非常的愤怒。然后其实那个路还挺远的，大概有3-4公里。其实当初组织者他是预估当场的到场人数可能就几百号人，然后没想到来了上千人，所以说你知道那个情绪，大家想找那个宣泄口的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去美国驻爱尔兰大使所住的官邸外静坐游行。基本上。在爱尔兰的话回响很大，而且在那个 IG 上，不好意思，在 IG 上，如果你去找那个标签是 Black Lives Matter， 你会看到现在有将近2000万的贴文和贴图。我个人当然觉得，你知道现在在疫情期间上街去示威抗议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毕竟现在你知道，爱尔兰政府还没有把这个社交距离的管制取消，所以说其实是有一定风险性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作为生活在这一片土地的人来说，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民去为了那一小丢丢的族群去力挺、去发声、去站上街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的时候，那一股传染力是透过屏幕打动到我，温暖到我的。我说那一小丢丢的话，其实我上网有做一个调查，有查了一下，大概在2011年的记录，在爱尔兰生活的非洲裔的大概是58697人，然后其他的有黑人背景的，就是非洲的是6381人，所以说它总的在2011年占的比例是1.42%，是非常小丢丢的人。然后你看到在街头上抗争的不只是黑人，其实是很多都是当地的爱尔兰白人，所以说我心里是为他们加油，为他们鼓掌的，因为他们非常非常有勇气。然后有很多这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就是需要有勇气的人去发声，然后让世界听到，让大家听到，所以说这样才会有改变的可能性。这只是我们自己能做的那一小小的一步，然后很多人小小的一步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要紧。
我个人其实在非洲其实是有工作过的，所以说我其实对非洲裔的黑人我是有所了解的。其实白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对非洲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话，其实都是很低劣，然后很侮辱人格的。然后我在想，其实哪一个民族，不管是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还是美国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有一点劣根性呢？为什么可能非洲的那一些劣根性稍微平均的多了那么一点点，或者是其他某一个民族的劣根性少了一点点，这并不会把他们变得更高贵或者是更低贱。谁没有一点劣根性呢？非洲人其实是我见过的所有民族里面活得最开心，然后最简单的。而且我遇到的很多人都是非常善良、非常淳朴、没有恶意的。我当然知道有些人所讲的那些劣根性，或者是你去过非洲，然后所遇到的那些不好的遭遇，那一些在哪里都有，在发达的地方，在都柏林、在爱尔兰、在欧洲都有。但是大部分人，我个人的体会是，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善良质朴的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公司有请那个一位女佣叫 Patricia， 然后她每天也就拿3到4块美金，然后要洗我们10几个人的衣服，然后每天也是任劳任怨。然后有的时候碰见我们的时候还要作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作揖，但是我是觉得，我有的时候看到心里就是很不是滋味。我有去过他家好几次，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很无聊，然后到处转，然后有去他家，然后有去看他。其实大部分人生活都是非常非常贫困的，就是说非常非常贫困的。属于用你知道要生火，然后在上面煮的那种，然后是席地而坐的，然后也是就你们印象中所想象中的那种土的房子，然后上面是茅草的，就是那个样子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他应该是有2、3个小孩，然后丈夫的话，我不知道是去世了还是跑了，所以我不记不大清了。但是我有一次去他家，我还蛮愧疚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一次我去他家，然后他跑来我那个车上想照相，然后当我说那就照，帮他照了几张相，然后他好开心，然后他是说可不可以把那个照片洗给他？我当然说好，我洗给你。我当时你知道也是因为太懒了，然后可能开车去市中心其实要1个小时，蛮远的，大概70、80公里。我当时就一直没有给他，然后也没有机会了，后来走了。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放不下，就是忘不了，然后放不下。我觉得他只是想把照片可能放在他的厨房跟别人炫耀，你知道他在开车之类的，这种非常简单的满足、简单的炫耀，但是会让他变得很开心。但是，我是蛮愧疚的。然后其实我在那边还有那个朋友，还有同事，其实我是有打算再回去的。我记得他家住在哪里，然后我希望他没有搬家。然后下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把照片给他。最后呢，尊重从你我做起。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感受也
美式感受。然后下次见吧。